年繁华景象，明镜里虚妄。卸下红妆，换上戎装，满目旖旎风光，何尝不是沙场？秋去冬来，白露为霜，路遥日久，离别成伤。心若终老在你身旁，安放。我们一生有多长，来不及惆怅。天苍苍，爱在上，抬头就仰望。脚步柔肠，炼成钢，磨砺锋芒。光阴如刀，握在手上，有爱不忘。仙儿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美的女人？一个可恶的莫藏黑云没赶走，又来了一个更可恨的仙霓裳，不知检点，不顾伦理勾引大王。叔叔，这口气你也要我忍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杀了他！仙儿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会阻止母后这么做的。你将这5000新兵秘密安排送往东京城外宝峰村，听候调遣。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刺杀宋的皇帝赵祯。王妃，一定要救我！我为什么要救你呢？王妃此次出手相救，其实不是在帮我，而是借此除掉野丽人容和野丽王后。王妃不觉得这笔交易十分合算吗？说，是谁派你来刺杀仙儿姑娘的？今天我赐你自行了断。母后，莫藏额庞从即日起升为国相，协助我处理军务大事。谢大王恩典。太后，二娘刚刚获悉，刘太傅、毕进士等人欲发动政变，行刺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哥哥回来了啊！齐王那边有消息了吗？齐王始终没有露面。陆振廷、刘太傅、毕进士这帮反贼，已在宝峰村聚集兵马，并调动大批杀手潜入皇宫。太后已请杨文广出马保护皇上，但形势危急，怕寡不敌众。哦，好，马上通知许侍卫，今夜即刻前往白鹿宫，组织御林军彻夜巡逻，不得有半点松懈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贼子，束手就擒！杨文广在此，杀！
还是太后有计谋，让皇上秘密移驾到慈宁宫内。毕竟是那蠢猪，还以为皇上在白鹿宫呢。素闻太后智慧洒脱，今日臣妾见识了太后的风采，令孙辈敬佩不已。平身吧。谢太后。平息叛乱，哀家只是尽了绵薄之力。皇上仁德，上有苍天佑护，下有范大人、杨老将军这样的忠良之臣，这是皇上的福报。太后说的是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禀报皇上，叛军已平定，但是陆振廷侥幸逃脱。皇上，杨太后、杨老将军还有范大人，已然平定了一场叛变。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何朕什么都不知道？把朕当成什么了？皇上，这是哀家的主意。如今西夏正在弹劾进行中，皇上被郭氏入京坟所伤以后，龙体一直未愈。朝中郭福山、柳天拓、胡请几员大将折戟沙场，对皇上的打击太大，所以哀家这件事擅自做主，先斩后奏。皇上要治罪，就治哀家的罪吧。朕感谢太后还来不及呢，感谢小娘娘救命之恩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禀报皇上，禀报太后，叛贼毕进士等人已经被抓住，将毕进士打入天牢，严刑拷问，全城通缉陆振廷。是。皇上可组建一支新的皇家侍卫队，加强防卫。许侍卫这次协助哀家，立下大功。特封许侍卫为皇家侍卫队队长，统领御前御林军。谢皇上。怎么样？我都佩服我自己。来，哎，媳妇儿，你有孕在身，这点事儿我来就行了。怎么样？刚刚那几招，够吓人的吧？相公刚才那几招啊，骗一骗东京城的孟公子，那是绰绰有余了。回去以后，一定要好好的展示给他们看，让他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。哎，这张圭、刘龙、郭元景忙什么呢？他们最近可长出息了，一个个穿着官服，人模人样的给皇上当差呢。这几日不见，刮目相看啊！我还真没想到他们能混得那么好。那也得看他们跟谁啊。古人云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娶了将军，纳不尽美人。纳不尽美人，什么意思啊？相公，我限制你的私人空间了吗？啊？我问你话呢。嘿，相公，我限制你了吗？啊？啊！什么意思啊？啊！
大胆嫌犯毕进士，篡逆谋反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。限你如实交代，背后的指使者是什么人？没人指使，是本人一人所做。你升任中书省右谏议大夫不足3月，从未离京，发动政变，动用了5000新兵，从何而来？是本人秘密训练所成。放肆！胆敢包庇，罪加一等。攻打白鹿宫是本人所为，与他人无关。不说是吧？拖下去，重打80大板，看你说与不说。哎，等等，啊！我觉得这个人吧，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家伙。与其重打，不如轻责。啊？此话怎讲？我建议改为饿他3日，看他输还是不输。来人，拖下去，饿他3日。是。能行吗？能行。等他饿得受不了的时候，自然会说。嫌犯毕进士，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？招还是不招？为死而已。狱卒，端上饭菜。毕进士，你可3天3夜都没吃饭了，这么一碗香喷喷的饭放在你面前，不心动啊？给我饭！你抖什么呀？大人，小的没抖。新来的？大人，小的是新来的。新来的我怎么没见过你？大人，小的才没来几天呀。这饭是你送的，你把它吃了？大人，这是给罪犯的饭，小的怎敢吃啊？我让你吃你就吃了。抓住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跑什么呀？早就看出你有问题了。说，是谁让你来的？不说是吧？不说你就把它吃了。这饭里有毒。他想是不，为什么他们想杀我？为什么？我都已经守口如瓶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毕进士，你看清楚情况没有？你在这儿为你的主子守口如瓶，他们却想杀你灭口。哎，爷今儿个救了你一命，现在你能说了吧？我交代，是谁？是谁？
是刘太傅指使我的。刘太傅，刘太后亲政时，刘太傅得到阴病，待太后驾崩之后，一直得不到皇上的恩宠信任。加上范大人推行新政改革，他吞了大笔官饷，他担心日后被革职查办，于是有了谋逆之心，一直暗暗中训练新兵，伺机谋反。我曾听郡王说过，贝州叛乱，刘太傅一去杳无音讯，跟将军谎称是在野外练兵。哼，原来是和反贼串通，秘密训练新军，为的就是今日朝廷政变。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刘太后生前就特别倚仗刘太傅，乃至他权倾朝野。自从太后仙逝之后，皇上对刘家后人那也是照顾得非常好。没想到他竟然干出这么伤天害理、大逆不道的事，看皇上怎么收拾他吧。哎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掌柜，哎，起床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卑鄙！我呀，就从郡王爷那学了3招把戏，就把他给蒙骗了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厉害！ Go， 成功！卑鄙！没什么事儿，咱走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收拾了啊。是。卑鄙！你们骗子，骗我！卑鄙小人！骗子，骗子！大疑犯刘太傅上堂。大刘太傅，本官受皇上御托，审你私藏兵马、谋逆作乱、贪赃枉法之罪。共犯毕竟是已经全部都招了，你还不从实招来啊？本官乃太后的侄子，皇室后裔，对朝廷忠心耿耿，毕竟是血口喷人。叛乱兵马均系毕进士陆振廷所为，与本官无关。这是我们从毕进士家搜出的，你和他所有的书信往来，铁证如山，还敢抵赖？你刚才不是说对朝廷忠心耿耿吗？那本官问你，3司使院的纵火案是怎么回事啊？本官没什么可说的。纵火案系范仲淹对本官心怀怨恨，打翻火炉所为。案发现场，范仲淹就在，证人也在现场。刘太傅，你负隅顽抗，罪加一等。那本官再问你，你证人现在去哪儿了？这个太后仙逝后，证人小桂子惦念家人，回老家去了。你还抵赖啊？啊！来人呐，把小桂子带上堂。小桂子，本官限你如实交代3司使院纵火案的所作所为，如有虚假，重重发落。是。回大人，
是刘大人指使小的烧毁30-40元账本。他胡说！安法师这个狗奴才，不过是老朽家中的一名小厮。老朽再昏聩，也不会指使一个嘴上没毛的小屁孩去干这等机密大事。京兆尹大人，你为官多年，这点常识应该懂吧？大人，小的没有胡说，是刘大人骗了我。讲，小鬼子，疑犯是如何骗你的？回大人，刘大人指使小的烧了30-40元账本，原本说事成之后给我安排安全的去处。小鬼子，你这几天就在3-4-10院为本官熬药，待范仲淹来到那个房间，趁他不注意，打翻火炉。这场火要大，要猛，要快，明白吗？是，小人会提前在这些本子上浇上松油。这个是赏你的。谢谢大人。在事成之后，我再赏你几个元宝，然后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，你这辈子都会衣食无忧了。是，大人。大人，小的万万没有想到，刘大人所说的安全的去处，竟是滔滔黄河水。多亏小桂子命大，被恩人从河水里捞了出来，才保住了性命。来人呐，传范二娘。大人，范二娘，本官限你如实讲述救小桂子的全部过程，如有虚假，按从犯处理。是大人。救小桂子实属巧合。那天我从南平郡王府出来，已是深夜。走到西街时，忽然看见一个蒙面人背着个大口袋，里面明显有挣扎的迹象，并伴有微弱的呼救声。于是我便尾随而去，亲眼看见蒙面人将口袋扔进黄河里，幸得名副实水性，跳下去将口袋拖了上来。打开一看，正是奄奄一息的小桂子。哎，小桂子，你说刘太傅给了你一个金元宝，可在？回大人，事出之前，小的没舍得花，藏在了墙壁的缝隙里，今日特意带来了。大胆刘太傅啊！你焚烧3-4-10院5年账本啊，这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就此一桩，你罪大恶极。本官判定，当场拘捕刘太傅，打入大牢，等候发落。京兆尹大人，罪臣知罪，罪臣知罪。这都是奉吕相爷之命所为。请大人明察。啊？不，这个事儿跟吕相爷有关系吗？啊？看来这本官也是无福消受啊。这样。你还是亲自跟范大人讲述啊，本案交给范大人亲自办案。随堂。快点！
刘太傅，你为何要揭发吕夏？倘若当初要不是相爷施压，我也不至于在大牢里等死。所以，3·4史院纵火案，我必须要说出真相。只要你之所证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皇上一直主张宽大为怀，你将会得到从轻处理。谢范大人，秉公执法，主持公道。那还是3·4史院纵火案发生前的事情。太傅大人，最近觉睡得如何呀？啊，承蒙相爷关心，睡觉还很不安稳。为何不安稳呢？这不都是范仲淹闹的吗？啊，是啊。皇上要施新政改革，赐了范仲淹尚方宝剑，而范仲淹要严打，私用官款，马上就会剑指你我头上了。相爷说的是啊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就说最近5年吧，这国库账目经我手的十有6、7。那都是糊涂账、烂账、呆账、死账。有朝一日，范仲淹要是清算起来，还等得到有朝一日吗？或许一觉醒来，你我就会成为范仲淹的剑下鬼了。是啊，相爷，我和相爷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现在正为此事啊，日思夜想，夜不能寐啊。可现在范仲淹势头正劲，扳不倒啊！我辈也非蓬蒿之人，为何要坐以待毙呢？相爷有何好方法吗？锋利的刀是磨出来的，好法子是人想出来的。但凭相爷吩咐，我倒是有一个好法子，不知太傅大人肯不肯去做？相爷吩咐，把3·4史院最近5年的账本统统的烧掉。可是相爷，这可是要杀头的呀！范仲淹举的是新政大旗，倘若这杆大旗往3·4史院一插，那些账本能保住你我的脑袋吗？这事儿必须要先下手为强。是，做的要快，要利落。范大人，后边的事情你都知道了。刘太傅，你刚刚的证词事关吕相，非同小可。如果你交代的全部属实，我会向皇上奏明。毕竟是指你主使谋反一事，我们也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圣上自会明断，你好自为之。谢范大人。各位爱卿，有本奏来。启禀皇上，臣有奏。准。臣年事已高，应把职位让给有作为的年轻人。臣欲告老还乡，请皇上恩准。
回禀皇上，吕相爷主持国政以来，罢黜忠言，废弃忠直之道，尤其是在近5年以来，以姑息为安，以避谤为治，以柔顺而易治者为心腹，以奸佞而可使者为羽翼，让此类人充斥着朝廷，混淆视听，误导我大宋的方向。如今，吕相爷求离任，实则以离任之行掩盖任内所犯罪行。倘若皇上恩准吕相爷就此离任，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矫正吕相爷之过了。退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吕大人，你涉嫌参与3司使院的纵火案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本相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没有想到，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。吕大人，请吧。把你藏了这么久，现在风头总算过去了，一会儿会有人接应你，去往西夏。多谢王爷，奴才感激不尽。好了，去吧。陆振廷，我们俩的缘分尽了。齐王，你我可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人。对，但是为了这艘船可以平稳地航行，必须要有人提前下船。小娘娘，在这个朝堂上，朕最不愿意看到反对朕的人是他。齐王赵睿从小安静内敛，颇有城府，不同于别的孩子。他的母亲曾经也被先帝恩宠过一阵。
刘太后册封为皇后没过多久，赵瑞的生母也去世了。上辈子的恩怨早就应该放下来了。朕与皇兄自小感情交好，无话不谈。他与朕身上流淌着同样的血液，朕不想手足相残。每个人到这世上来，都有未尽的使命。执念再深，一切都难再放下。其实执念与使命并不矛盾，一个是为了一己私欲，一个是替天行道。压抑私欲，彰显天道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得潇洒随意、为所欲为。皇上心胸宽静，心地仁慈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皇上的执政格局啊。媳妇儿，该吃药了。相公，你成天在军营里都忙什么呢？我在军营里待的还算习惯，这几日在跟将士们学习排兵布阵，或者给大家讲一讲荤段子。其余时间负责将军的食补药膳，熬制汤药，亲力亲为，不敢有半分懈怠。相公真是我的贤内助啊！什么贤内助啊？算了，贤内助就贤内助，只要你能安心养胎就好了。这肚子里揣了个东西，行动也没有往日轻便，心里更是觉得压了一块石头。这要是被西夏知道了，麻烦就大了。媳妇儿，先喝药吧。好。君王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秋水，你家将军待你如何？将军待我情同姐妹，好的不得了，我们跟一家人一样。你看这几日，将军把自己关在军帐中，也不出来与大家见面。军中也总是弥漫着一股草药的味道。我怕时间久了，士兵会有所猜疑。我担心阿昭，怕她怀孕的事纸包不住火了。将军也正在为此事苦恼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怎么，你有什么高招吗？你跟秋华自幼就跟随将军在外行军打仗，吃了不少苦。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。郡王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，不用跟秋水绕山绕水的。是这样，秋水，我想请你帮阿昭一个忙。他调戏我！什么鬼啊！我美吗？将军说，下一世一定会做一个男子来娶她。我一定要立个大功，好让官家给奖赏，让爹没话说。你们在义庄看见了芙蓉女鬼？从书里文知道，行人两个人
抱都尽在不陌生。从今生回想起前尘这一世，绝不轻言离分。愿你的拥抱记得我的体温，在我心头刻下你的指纹。爱恨都很认真，才算不世界缤纷，敌不过你单纯天真眼神。我愿对你忠诚，以执念换情深，感激之于至恩，赐我不坏之身。纵然世界缤纷，你单纯天真眼神，我愿对你忠诚，不在乎伤痕，放下自尊，对你俯首称臣。纵然辜负天下，不负女人，此生的牵挂。